谁都没想到，在这个监视叱咤风云的克洛伊，竟然这么快就主动给新来的人跪了下去，而且还直接摇尾乞怜，说自己就是对方的狗。其实对克洛伊这种恶人来说，正因为他平时虐其他人虐得太多，所以他心中才更加惧怕被别人虐。也可以说，这种人其实才是最没有骨气的人。遇到弱者的时候，他比任何人都要恶毒，但遇到强者的时候，他又能做到比任何人都要谄媚。现在的克洛伊已经完全认清了形势，他知道自己在这件事里边已经没有任何地位可言了，所以他也不去纠结，留恋自己以前的老大身份。现在的他只想尽最大可能的自保，第一个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千万不要再得罪眼前这3个人，而第二个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成为他们3个人的心腹。如此一来，自己最起码还能继续压迫着监视里其他的人。可是眼前那个亚裔女孩却冷笑一声，开口道：不好意思，我从不养狗，而且就算养狗也不会养你这种垃圾狗。克洛伊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顿时脸色惨白，紧张不已。自己已经如此放低尊严，祈求对方原谅，和对方却如此干脆地拒绝自己，这对他而言绝不是一个好兆头。于是他连忙将断手放在心口，虔诚无比地说道：如果阁下怀疑克洛伊的忠诚，克洛伊愿向上帝发誓，今生今世都心甘情愿听从您的一切指令，如果违背誓言，甘愿受到上帝的责罚。那女孩冷笑道：不好意思，我是无神论者，不信上帝。克洛伊一听这话，赶紧说道：总之阁下只要相信克洛伊的一片真心，以后克洛伊定会遵循阁下的每一条指示。哦，年轻女孩笑了笑，说道：这不是又说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了吗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不想养狗。克洛伊顿时陷入两难，他很想讨好这名年轻又能打的亚裔女孩，可是对方却如铜墙铁壁一般，让他根本找不到什么突破点。正当克洛伊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不远处的马兰忽然灵机一动，连忙上前说道：姑娘，你们初来乍到，肯定也需要一个了解这里情况的人来帮你们处理各种问题。说着，他一拍自己的胸脯，认真道：姑娘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你看看我怎么样？一直给克洛伊充当中文翻译的那个华裔女孩，此时一见马兰自告奋勇，立刻开口道：你们不要相信她，她昨天才刚进这个监室，相比之下，我在这个监室已经待了半年多了，我对这里情况更加了解。如果各位需要了解这里，或者需要人打下手，我最合适了。年轻女孩看了他一眼，不屑地笑了笑，冷声道：我不想知道你们都是谁，我也不想了解你们每一个人的情况，更不想知道你们这里以前有什么规则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的规则就只有一条，你们中的任何人如果让我不满意，我都会往死里打他，一直打到我能满意为止。那女孩一见对方说话如此硬气，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，老老实实地低下了头，不敢言语。马兰此时也有些失望，本想找个机会跟对方套近乎，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不把大家看在眼里。不过他也能够理解，毕竟人家实力强出这么多来，说教训谁比教训一条狗还要简单。如果自己有这种实力的话，自己也不会把其他人看在眼里的。可让马兰没想到的是，那亚裔女孩这时候看着他，非常友善地笑了笑，旋即认真说道：阿姨，刚才这么多人里，只有您好心提醒了我们，看得出来您一定是个好人，而且大家都是同胞，既然您敬我们一尺，那我们自然要敬您一丈。说着，他环视一周，指着那些监视里的人，对马兰说道：以后这些垃圾就都交给您来管理，
你有任何要求都可以直接命令他们，如果他们有任何忤逆，我一定会给他们好好的上一堂人生课。马兰听得瞠目结舌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说自己是个好人，但是真正让他惊讶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对方竟然要让自己来管理这些垃圾。他强压着内心深处的激动，颤声问道：姑娘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这些人都交给我来管理？对，女孩淡然一笑，开口道：以后您就把他们当成您养的狗，如果那条狗不听话，或者敢对您呲牙咧嘴，您就告诉我，我会把它所有的牙都掰下来。如果把牙掰下来还不好用，我就打断他的手和脚。马兰听完这些，整个人已经激动得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他指着地上跪着的克洛伊，试探性地问道：姑娘，如果我要打这个红毛洋鬼子，你不会拦着我吧？拦着您。女孩微微一笑，抬手就是一个耳光，狠狠地抽在克洛伊的脸上，看到一整个人都抽得仰了过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这一个巴掌就把克洛伊抽得眼冒金星，剧烈的疼痛让克洛伊委屈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。不过这个亚裔女孩并没有任何的怜香惜玉，她紧接着走上前去，一脚踩在克洛伊的胸口，指着克洛伊对马兰说道：阿姨，如果您想打这种贱人，7乘24小时，您随时随地想打就打。我从刚进来的时候就看这个贱人不爽，本来想着井水不犯河水，没想到他竟然敢主动挑衅我也就罢了，还他妈想让我给他买烟抽，我看他自己欠抽才对。说着俯下身又是一巴掌狠抽在克洛伊脸上，冷声道：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是让我的家人在外面找你指定的人给你买美国精神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克洛伊此时已经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早知是这样，打死他也不会来招惹这个瘦弱的女孩。而此时的他完全顾不得面部炸裂般的疼痛，吓得连忙摇头，唯唯诺诺地说道：我只是开玩笑的，你千万别当真。亚裔女孩没理会他，而是看向马兰，开口问道：阿姨，您不是想打他吗？怎么还不动手？该不会是心软了吧？马兰一听这话，仿佛猫被踩到尾巴，整个人顿时炸了，激动地高声道：什么？我心软？我他妈对谁心软？也不可能对这个美国臭娘们心软。说罢，他一口唾沫吐在手心，啐。随即他双手使劲搓了搓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他奶奶的，老娘今天要是不打死这个王八蛋，老娘就他妈的不姓马。